大家好，欢迎来到3D 财经。为何 Reddit 最近不断上涨？不仅因为其广告收入暴增，更是因为 Reddit 有了新故事。这就是市场逐渐把 Reddit 当成了 AI 数据金矿，已经成为各大 AI 头部公司搜索来源第一。Reddit 来源于此的营收可能会创造稳定收入及利润，故事前景诱人。本文对比分析聚焦4大社交平台 Reddit、Meta、推特以及 TikTok。那么 Reddit 呢，作为全球领先的社交新闻聚合平台，月活跃用户5亿，主要是英语语言国家。Meta 呢，是全球最大的社交平台之一，月活跃用户30亿，是 Reddit 的5倍，广告主市场份额最大。TikTok 呢，作为全球最欢迎的短视频平台，月活跃用户12亿，广告增长迅猛，但最近1年增速有所下降。现在陷入危机的是推特，自从被马斯克收购了以后，在一顿骚操作情况下，面临困难，重组与转型，月活跃用户仅有 3.5 亿，目前更多的是转向了订阅服务。那么 Reddit 作为 ChatGPT、Google、Gemini 和 Perplexity 等 AI 搜索服务中被引用最多的信息来源之一。那么大家呢要对比前2个巨头，可能比较熟悉，对 Perplexity 不大了解。Perplexity 其实也是一个搜索引擎，它与 ChatGPT 最大的区别在于，它能提供实时网络搜索功能，从最新来源提取信息，无论是学术数据库、新闻文章还是一般网络内容，该平台呢都能确保响应及时并且相关。此功能对于需要最新见解的专业人士尤其有吸引力。这一点 ChatGPT 做不到，我们经常可以看到，在搜索 GPT 的时候呢，有时非常过时的信息。我们再看 Perplexity 的另外一个特点是其来源透明度，每个回复呢都有引用，让用户可以验证信息，并在需要时进行深入挖掘。这使得 Perplexity 对于来源可信度至关重要的研究和学术用途非常可靠。这一点 ChatGPT 也做不到。经常问 ChatGPT 的信息，有的时候从网上抓到的虚假信息，他觉得这个信息最适合你，那么他就提供给你。而且 ChatGPT 有点滑头，在问 ChatGPT 的时候，它是随着你主观的意愿来迎合你，然后来提取相应的信息。那么根据搜索分析公司 Profound 6月5日发布的报告，从2024年8月到2025年7月 Reddit 是 Google、Perplexity 的头号信息来源。搜索分析公司呢 Ahrefs 上月的一份报告也显示，在 Google 的 AI Overviews 相应结果中， Reddit 出现的比例为 5.5%， 在所有来源中排名第一。 Reddit 之所以受欢迎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聚合了大量由真实用户分享和整理的信息。Reddit 的 CEO Steve 霍夫曼在财报电话会议中表示，人类的对话并没有被 AI 取代，反而变得更加重要。Reddit 的平台对于广告主越来越有吸引力，尤其是那些希望接触到商业内容感兴趣、参与度高的用户群体，比如那些在平台上讨论购买产品建议的用户。New Street Research 的Dan Salmon估算呢，大约 40% 的 Reddit 讨论具有商业相关性，这让 Reddit AI 数据中非常可能会引起金融公司兴趣，并构建金融模型。此外， Reddit 在 AI 搜索引擎中的高引用度也是一项资产，未来可能促成更多数据授权交易。虽然这些授权收入暂时还不太可能取代广告成为主要营收来源，但它带来的利润率更高，而 Reddit 本身的毛利率就已经高达 91%， 在行业中遥遥领先。下面我们对比一下这4大公司的财务数据。在2025年第2季度财务对比中， Meta 的收入遥遥领先，达到了475亿美元，净利润187亿美元。Reddit 虽然规模较小，但凭借稳定的用户增长和广告订阅收入，实现了5亿美元的收入呢和8900万美元的净利润，增速高达 78%。 TikTok 收入表现也非常出色，2024年全年230亿美元，
预计2025年全年可能会达到300亿美元左右，增速在 30% 加。这里面最差的是推特，目前的收入表现不佳，被马斯克收购了以后江河日下，第一季度收入仅仅为10亿美元，由于全年的转型和调整，亏损更是达到了 1.2 亿美元。在4家里面呢，发展前景暗淡。Reddit 这里面增速最快，按照马斯克收购推特当时，现在 X 的估值呢 ，Reddit 无论是用户数量、用户质量、利润率、毛利率、净利润都全部碾压 Twitter。所以呢，当时马斯克收购推特的440亿估值，似乎呢就是 Reddit 的下限估值。在 AI 时代 ，Reddit 的发散性论坛对 AI 训练成了头号素材和数据，这是第2级增长曲线。而且越活跃5亿的客户在 Reddit 上各个话题讨论，八卦内容五花八门，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 ，AI 训练的数据内容会不断更新，变成了 AI 金矿。目前 TikTok 母公司字节跳动呢，估值呢保守估计大概有4000亿美元。在这里面 TikTok 的业务版图最大，营收占比在1/4左右。TikTok 的母公司字节跳动呢，它的版图大到什么程度呢？比如说咨询板块里面的今日头条、懂车帝、幸福里、海豚股票，比如说视频板块里边的 TikTok、抖音、西瓜视频、火山引擎，比如社区论坛里面的皮皮虾、多闪、悟空问答，这个在2021年已经关停。半次元、图虫，按照目前 TikTok 母公司字节跳动4000亿美元的估值，那么 TikTok 本身1/4的营收，保守预计它的单独上市的估值就是1000亿美元。因为 TikTok 增速比较快，所以呢，在增速最快的字节跳动的版图里面，应该是保守估计。按照其230亿的营收，就是2024年2025年大概300亿的营收，市销率如果定在10倍发行价是比较合适的。那么 Meta 目前的市盈率呢是20倍，发行之前的话呢 TikTok 的定义为10倍是比较合理的。那么上市以后呢，再被市场炒到20倍是比较顺理成章的。那么毕竟呢 TikTok 呢比 Meta 增速要高，这样的20倍的这个发行价以后被炒作到4600亿，就是20倍的市销率是比较合理的。如果按照 Meta 20倍市销率来看的话呢，目前的 Reddit 的预计2025年营收是20亿，那么20倍的市销率就是400亿。但是 Reddit 的增速是 78%， 按照这样的增速呢，明年营收可能会达到35亿，对应净利润 6.3 亿。那么前瞻市销率呢可能会降到 11.42 倍，市盈率可能会下降到63倍， PEG 还不到1，只有 0.8， 属于严重低估。当然了，必须说明的是，这 78% 增速呢必须能够保持，至少你不能低于巨头 Meta 46% 的增速。而且 AI 数据金矿呢要被市场认可，成为营收利润增长的第2级。总结一下，目前 Reddit 的股价已经回升到210元左右，距离其最高点230元还有些距离。210元对应的恰好是400亿美元的估值平均水平。Reddit 的数据能否被当成数据金矿，获得 AI 各大平台的营收和利润，将成为其市场继续增长的关键。投资者应该关注 Reddit 的数据又卖给了谁，尤其是金融公司是否用于训练。当年 GME包括最近的 OpenDoor， 短短几天因为大佬的号召，几天之内暴涨暴跌，全部来自于 Reddit 的论坛。金融公司如果利用里面的舆论数据，提前合理做出持仓的对冲，就不会在 GME 里几乎损失的倾家荡产。从这个角度 Reddit 的实时数据还是非常重要的。Reddit 以广告营收利润为保底，以 AI 数据金矿为故事，基本面正在形成戴维斯双击。Reddit 本身自带妖股基因， Reddit 的论坛孕育出 GME、OpenDoor 等短期暴涨暴跌的妖股，也诞生了像 Robinhood 那样的持续大牛。拿下 AI 学习金矿头衔的 Reddit 会怎么走呢？
让我们拭目以待。最后声明，本文表达的所有观点仅代表本频道观点，投资者应自行研究并谨慎决策。本频道不对基于本文投资而产生的任何收益或损失负责。